以后他就会暴病而亡。他把小沙弥短寿的情况告诉给小沙弥的师傅。老和尚也早就观察出小沙弥有短寿的迹象，一听李淳风这么一说，老和尚就担忧了。万一这小沙弥死在寺院当中，他的父母必然悲伤过度而毁谤佛法，社会大众也会误解，还出家呢，好好的孩子愣死在寺院里了。老和尚慈悲，不想让社会大众误解佛法，毁谤佛法而造孽，他就想让小沙弥回家，也是希望小沙弥在最后的时间里陪伴在父母的身边，能和家人团聚。他告诉小沙弥说，你回家待半个月，在父母面前尽孝半个月之后你再回来。小沙弥信以为真，离开寺院奔家中走去。走到半路上，遇见了瓢泼大雨，一群蚂蚁被冲坏了巢穴，命在垂危。小沙弥动了恻隐之心，冒雨扒土叠坝，救了许多蚂蚁的命啊！这小沙弥这一念真诚之善，积下了阴德，变短寿为长寿，活了70多岁。李淳风因此而醒悟，同时他也对佛法产生了极大的恭敬心。因为佛法讲究的是住行无常，也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在发展，都在运动，都在变化，人的命运也天天都在变呢。你怎么能够预言它？怎么能够以一种定式的语言来给它下结论呢？那只能代表你胆儿大。这就是做好事变短寿为长寿的例子。古书上记载，有个叫王佑的人，年纪轻轻就得了一种无法医治的怪病，所有的大夫都说他不久于人世。王佑非常的沮丧。有一次他遇见一个过路的老者，告诉他说，你敬老得老，那意思是说你尊敬所有的老人，你到晚年也有人尊敬你。王佑听后深信不疑，就准备了一个拜垫放到自家门前，凡是有经过的老人，他都先跪拜磕头后问安，然后又送上热水，又给老人家指点路途。长此以往，他的善事做下来，怪病好了，身体健康了，还娶妻生子，儿孙满堂，活了90多岁，高寿而终。告诉大家，不光这命运能改变，就连人的相貌美丑都能变呢。我说这个变，可不是到美容院去手术去整容，那是破坏大自然。那去皱隆鼻割眼皮，弄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，那没意思。我说这个变呢，是改变心态。有许多古人通过自己的善行，转没福相为有福相，转短寿相为长寿相。现在有一些承传古圣先贤教育的老师们，也把自己的相貌变化得特别明显，因为他以古圣先贤为榜样，净化心灵，提升道德，使自己的相貌越变越庄严，越变越好看，越慈善。所以说，真正会美懂美的人，不用上美容院，美化自己的心灵就好了。因为相由心生啊！不信您看看，您周围一定有这样的人，他原本长得挺好看，可是后来由于生活的艰辛，情绪的恶化，他的相貌就变丑了，让人越看越不舒服。这叫心识影响相貌啊！女同胞们，你们要想漂亮年轻，千万别发脾气，要懂得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要感激伤害你的人，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；感激欺骗你的人，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；感激绊倒你的人，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。如果你能时时存着这份感恩的心，心存善念，口说善言，身做善事，你就会越变越好看。如果你能把这份感恩的心，这份善心再提升，再扩展，去关爱你周围的一切众生，那你就会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漂亮，一样年轻。请相信我说的绝对是真话。不瞒大家，我就非常喜欢易经八卦，
也曾经运用这门学问给人家测过卦。今天这段书，我把自己的八卦碗都砸了，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，要认识命运，改造命运，不要迷信命运。整天东奔西走去算卦去测命，花那钱没用，因为命是无定论。更不要在乎什么风水好不好，我告诉大家，这风水也不固定，这其中的奥妙咱下回再聊。上文书探讨了一些命运的问题，古书上有很多记载，说明命是无定论，命运不固定。我们每天的所作所为都在改变着自己的命运。大善之人能将自己的命运越变越好，大恶之人能将自己的命运越变越坏。比如说你是个有福之人，富贵之命，可你经常作恶多端，总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时间一长，这种强烈的恶缘就会使你变福为祸。比如有一些权高位重的领导，他本来是很有福报，可他不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，不懂得善济万民来修福，偏偏贪污受贿来消耗福报，最后呢，他转福为祸，受到法律的制裁。相反的，如果说你是个贫困潦倒的没福之人，可你经常心存善念，助人为乐，正确地看待自己，把自己的能量看淡些，用尊重的目光去注视别人，用平和投入的心态去处理自己要做的事，你就会有好的命运，好的结局。人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只不过是改变的幅度大小不同而已。一般来说，一个有权力的领导人，他改变命运的速度就要比平民百姓改变的速度快呀，因为他积善容易，造孽也方便呐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要是有霸权强权的心理在作祟，总是发动战争，断送许多人的性命，让许多人生活在战争恐怖的氛围当中，他这就是大恶，他不会有好的结果。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时时想着国家的繁荣富强，能为百姓的幸福着想，他就功德无量。像我们国家能为农民减免农业税，发放种粮补贴，让农民都过上了好日子，这就是大善。这一件善事善及万民呢。那么这件善举的倡导者和决策者一定有美好的未来。有很多人心里不服，老是疑惑，说到底有没有因果啊？我说有啊。他说那为什么作恶不得恶报呢？是啊，我也知道积善之家有余庆，积恶之家有余殃，他怎么就不现钱了呢？于是我就把古书上的2句话背给他听。我说作恶得福，欺恶未熟；为善得祸，欺善未知。实际上这因果是因缘果，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呢，不是一直线的，这很错综很复杂的。比如我们种稻子3、4个月就可以成熟吃到大米，要是种苹果树呢，那好几年才能结果啊。民间不是流传这样一句话吗？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日出东方，还转东归。日出日落，天道轮回。善恶有报，因果不昧。疏而不漏，天网恢恢。肺腑之言，奉劝诸位。为人处事，莫把心亏。
谈积德开发智慧，前途光明，生命怎会作恶多端，沉沦永坠，沾沾的苍天绕过谁？因果报应是大自然的规律，无论你信与不信，它都存在。一个很失德的人，他眼前虽好，并不代表他总好。不信你看看，有很多人，他富确确实实就是前半生啊，前半生是挥霍殆尽，后半生是穷困潦倒；前半生是张牙舞爪，后半生是鬼哭狼嚎。人生无常，命运无定。命运的改变呢，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心念和行为，更不要在乎什么风水。告诉大家，所谓的风水，风是空气，是来自空中的活力；水是万物生长之必须，是来自地下的活力。有了这两种活力的配合，再加上能够吸收充分阳光的地理位置，就叫做风水地理。它就等于现代人所说的生命三要素：阳光、空气和水。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居住，自然会住得比较舒服。但是风水也不固定啊，它也会变。古书上记载，有一个风水先生，暑天赶路，走得大汗淋漓，口渴难忍，他就到这么一户人家找水喝。这老太太给他端了一瓢凉水，那个水里啊浸着树叶草沫。这风水先生跟老太太说，这水不能喝。老太太说，我家就这个水啊。风水先生心里这个气呀，不喝渴得难忍，喝这没法喝，没办法，他就轻轻吹一口气，喝一口，喝了半天，把这瓢凉水喝去了。喝完了，他来了精神了。老太太问说，你是干啥的？风水先生说，我是看风水地理的。老太太说，哎呦，正好我们家想挪祖坟呢，想找个风水先生，可不可求求您给看看？风水先生一看自己报仇的机会来了，你用脏水调理我，那我就用这风水害害你。这风水先生就给老太太家看了一处最不好的穴位。按这个风水学来讲，这是绝后的穴，用上3年以后那就家破人亡啊。他告诉老太太说，这个地方特别好，你只要把祖坟迁到这里，3年以后你们家能发大财，人丁兴旺。老太太信以为真。风水先生走了，3年之后，风水先生打这路过，他想看看老太太家这个残景，可是他到这一看，傻眼了。老太太家不但没家破人亡，反而发了大财，破草房变成了大瓦房，家里还雇了佣人。风水先生纳闷啊，心说他是不是当年我给他看那块地儿啊？他让老太太领他到那墓地去查看。他这一看大吃一惊，这块地是他给看的地，但是风水地脉全都变了。当年这块是最不好的穴位，现在变成了好穴位呀。风水先生一看，问老太太，你们家做过什么大善事吗？嗨，我们这穷苦人家哪有那能力做善事啊，还不是你给看的这块地儿好啊，今儿个我给他好好谢谢你。风水先生一听，心中一惊，扑通一声给老太太跪下了。风水先生心中惊，不由一阵愧心生，跪倒在地真情禀，此地不及原始行，我
认定，误了你家引得中，转兄为急父穷。老太太一听，大吃一惊啊！先生啊，咱们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害我家呀？那我问你，3年前我上你家讨水喝，你为什么用了脏水给我喝呀？嗨，先生啊，你可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呐！我那是看你大热天满身是汗，怕你喝凉水喝急了做病不好治啊，我故意放上点树沫子，让你慢慢喝，省得你得病。风水先生一听，吃了一惊啊，怪不得老太太家的风水地理能变化的这么好，老太太心真善，这么会关心人。可是自己用这风水害他，一定损减阳寿。老太太留他吃饭，他说啥没吃，赶紧回家给自己选块墓地。不长时间他就死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风水也不固定，它也会变，它左右不了人的吉凶。这就说明做善人随居凶地，地也转吉；做不善随居吉地，地也转凶。大家不信看看古代那些全宁的府邸，那都是好风水。可是到他恶贯满盈的时候，他不照样家破人亡吗？你们说那是因果关系还是地有吉凶啊？要知道吉星高照良善事，地理原从积德门呐。有好环境不如有个好心境。日本的科学家江本胜博士通过10年的科学实验证明水能随着人的心态变。他能听能觉能看，人若是高兴的时候，给他感谢爱慈悲这种信息，这个水的结晶很美。人若是愤怒的时候，给他讨厌憎恶那种信息，这个水的结晶啊，丑陋不堪，特别难看。大家想想，水能随着人的心态变，可是我们人体内70%、80%都是水，所以说我们心态的善恶美丑对健康起着决定性的影响。江本胜博士现在又以矿物质为例继续研究，多次实验都证明人的意念可以改变物质。这就是佛法上所说的境随心转。我相信科学越来越昌明，佛教的教义就越能发扬光大。近代的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在福建鼓山涌泉寺开3坛大戒的时候，他一登戒坛，寺院里所有的铁树全都开花了。大家说铁树开花难不难？非常难。可是老和尚的念力修行能让铁树开花。您要不信可以去看看，从那年开始到现在，涌泉寺的铁树年年都开花。这叫心善境也美呀。所以看风水要从心里看，心美境也美，心恶境也恶。告诉大家，命坏心恶行为不正的人，他不会找到好风水，即使是找到了，也会遭到自然灾变所破坏。福人居福地，福地福人居，这句话有深意，您慢慢琢磨去。现在啊，有人都迷信到顶点了，生小孩剖腹产还要找人看看日子。我搞周易预测的时候，有那孕妇找我看日子，我告诉她，我说全世界同一时刻降生的婴儿多得很，命运都不一样。每一时刻，这世界上都在上演着一幕幕的悲欢离合。你说哪个日子好，哪个时辰凶？我说你要真想让孩子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多多读诵地藏经。他说那管啥用啊？我说这是胎教。为什么现在有许多的孩子不听话，不好好学习，请了一个又一个的家教教不好呢？因为他忽略了最早的家教胎教啊。
等孩子养成恶习之后，你再去改变他，那就不容易了。有很多有地位的男人称自己的夫人为太太，这太太这个词可是大有来头啊，那是周朝开国时候3位很了不起的妇女。周文王的祖母太姜，周文王的母亲太任，周文王的夫人太姒，这3位都是圣人之母，一家祖孙3代出了好几位大圣人呢，这是母亲教的。史书上记载，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怀周文王的时候，她能做到目不视恶色，眼睛不看不好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知道这会影响胎儿，耳不听淫声，就是淫荡不善的声音，她连听都不听，口不出傲言和恶言，这足以证明她是以心平气和孕育胎儿啊。就像熔金铸器，模型要好，气绝不会不好，所以胎儿生出来就是周文王啊。周文王是圣人，这是母亲教的。婴儿有了良好的胎教，出生之后你再给他良好的教养，从小就给他扎下伦理道德的根，他一生都不容易学坏。所以说，母亲这个职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、要求很高的职业，因为家国天下未来的一大半都系在母亲的手上，母教是天下太平之源呢。很可惜呀，现在有许多年轻的母亲不注重自身德行的修养，不经过专业培训就上岗，所以他孕育出来的孩子不听话，德行差，他自己还不知道害怕呢，整天逼着孩子学这学那，岂不知一个没有德行的孩子，他学的本事越大，将来危害社会就越厉害。从古到今，那些大奸大恶之人，那都是有好天资大作用的人，因为有才无德，竟成了毒品。我为什么告诉这些孕妇读地藏经呢？因为现在啊，有一些人的孝道观念薄弱了。一个对父母都不感恩、不知道孝顺的人，他会对别人好吗？一个自私自利、不懂得敬人爱人的人，别人会敬他爱他吗？那他有幸福可言吗？地藏经是一部教孝的经典，地藏王菩萨的孝心感天动地，泣鬼神。只要一个人的心是红的，血是热的，他读到这部经的时候，就会被地藏王菩萨那大孝心所感动，被他那种大慈悲心所感染。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，那种悲心宏愿会让人感激涕零。你就情不自禁的会以地藏王菩萨为榜样，好好的孝敬自己的父母公婆，关爱你周围的一切人。你这份善念一起，孝心一开，你这个纯正纯善的心态就会影响到你的胎儿，因为母子连心呐。你这样善良的心地上一定会长出美丽的秧苗，所以你的胎儿就会相貌端正，心地慈善，天资聪明，懂得孝道，能够谦虚卑下，尊敬别人。具足这几点，他一定招人喜欢。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人是一个社会动物，绝不能脱离社会人群独立生活下去。人活在世上，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啊，所以人和非常重要。能够谦虚卑下，能够尊敬别人，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成功者的先决条件。人能谦虚卑下，能够性情柔和，他就不会招灾惹祸。大家都知道，人多大岁数舌头都不坏，可是年纪轻轻牙齿就掉了。为什么？牙齿坚硬，舌头柔软呢？狂妄自大、脾气暴躁的人最容易吃亏，他成就不了大事。那不识字的孕妇啊，我就告诉他念观音圣号，因为只要他念观音圣号，他就会想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就会心存正念，心存善念，就会使胎儿秉此纯善的正气，将来也一定非凡呢。我告诉大家，命运的好坏不是风水决定的，也不是日子吉凶决定的，都是由自己的善恶业、自己的心念行为决定的。那如何改造自己的人生呢？下回书我向大家介绍一位改造命运的英雄，希望大家下回再听。
人常说命中注定，为了这个命中注定啊，我都说了2回书了，相信大家会知道，真正操纵命运的主宰是自己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，希望将来怎么样，现在就可以去设计去营造。行为的善恶是决定我们未来苦乐生沉的因素，是我们切身攸关的大事，要对自己负责，珍惜自己的前途啊！希望大家不要信命算命，要改命造命，设计自己最理想的人生。易经这部书大家都知道吧？那是我们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经典，一部哲学书，里面有甚深的哲理，内容有64卦，每卦有6爻，共计是384爻。从这些爻象的阴阳生克变化当中，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一切事项，小而个人，大至国家乃至世界的变化，都可以从这里面推演出来。可以说，它确实具有独特超前的反应功能和超前预测的能力。它是我们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。我们的祖先发明八卦，功盖日月，秦始皇知易为宝而不焚，也是可歌可颂的。但是他所能推断的都是自然的因果律，都是常数，也就是定数。像慧能所说的超越数量，他就没办法推断了。也就是说，他能推断出常数，不能推断出变数。人的心境，一念善就是加，一念恶就是减，天天都有加减乘除啊。如果不想做善事，也不想做恶事，那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，与常数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始终能保持一个常数，那他的命运还是相当准的。如果变化大了，就超越了，因为超越了常数，他就不会被命运所控制，那他的命运就不准了。如果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，掌握这个变数，就可以循着自己的理想愿望去改造自己的命运，设计自己最理想的人生。这就是贤达之人能安命。鼓板一打，带动琴弦，听我把安命秘诀表一番。要想命好，前程无限，多做善事，莫造恶愆。存好心，做好事，消灾免患。说好话，做好人，多结善缘。用不着东求又西算，主宰命运是自己掌权。神佛不能把因果变，算命的不能为你把福添。说破解，说消灾，多数行偏，没有人能把因果给推翻。想想看，若有人能帮别人增福解灾患，他何不帮助自己发达做高官？名字吉凶之说更是扯淡，他与人生祸福毫不相干。天底下同名同姓，千万，这命运好坏不一般，所以说这名字跟吉凶没有关。现如今这有人迷信到顶点，电话号的也跟吉凶来串联，出门还要把这吉凶日子看，说什么这吉日顺利，凶日遭祸端。世界上悲欢离合的一幕幕时时在上演，每一刻都有人流泪，有人笑开颜，有人享福，有人遭为难。这日子机会也是一个无稽之谈。要知道命运随着心念行为变，不懂因果舍本逐末是可怜。诸位，这段书全是我的肺腑之言，实实在在的心里话，一点都没掺假。您要不信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人的确有运势，路都有运势呢，有时候高坡，有时候低坡。高坡的时候要努力做事，施展才华；
低坡的时候要小心谨慎，好好学习，充实自己。走低坡的时候不要胡联系，什么名字不好了，电话号码不急了，这些全是无稽之谈。名字只是一种名称文化，听着好听，有文化品位，那就是好名字，它左右不了人的吉凶。电话号码以顺而好记为佳，吉凶祸福跟它一点挂不上茬。有不幸的时候，更不要相信什么大师大仙儿能给你趋吉避凶，能给你消灾解惑。他们最多给你一些心灵的安慰，绝不会替你消除你应有的灾祸，也不会帮你得到你不该得的福报。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因果，如果谁能帮别人改变因果，给人家增福解惑，那他何不帮助自己升官发财呀？大家必须记住，如果有不顺，想要摆脱窘境，就要面对现实，勇于承担，不要逃避。当事情落到你身上的时候，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，你都要承受它。关键是在承受当中，你如何把握你的信念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能不能通过身处其中，在这件事情的发心当中改变你的未来，这才是改造命运的开始啊！不要相信那些神神叨叨的人给你破，告诉大家，破全是假的，骗人的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积善成名，积恶灭身。自己造的业因，只有自己来承担，没有其他任何人能代替得了，也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转变它。人必须要依凭自己的努力来克服所有的困难和问题，而不是透过诸天鬼神星宿和算命的为媒介。大家必须知道，唯有人才是现实生命的创造者和自己命运的设计者。命运主要是取决于个人的心念和行为，如果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的心念和行为，那命运也会随之发生改变。如果大家想走出被命所运的阴霾，成为一个勇敢改造命运的人，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，一本改造命运的宝典，叫《了凡四训》，是明朝袁了凡先生写给他儿子的4篇文章。袁了凡曾经被当时最著名的易学家算中了命运，20年来始终没有跳出命运的定数，都是沿着易学家所说的轨迹走过来的。后来他得遇佛门高僧的指点，竟然改造命运，突破了命运，转无福为有福，转无子为有子，转短寿为长寿。为了勉励儿孙们奋发向上，他把自己改造命运的心得和经验写成了4篇文章，那上面把改造命运的方法介绍得非常详细。这原本是袁了凡先生警惕儿子的4篇文章啊，后来竟流传于世，成了改造命运的宝典了。凡是读到这部书的人都赞叹不已，所以我才向大家推荐这本书，叫《了凡四训》。如今呢，这本书已被拍成了电视剧和电影，您要是有幸能观看，您的福报一定很大，您就会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改造自己的命运，不用东求西算了，因为你将成为自己命运最好的预测师。单说为句，听了慧能的开示，疑团顿消。大师的良言隽语解除下官的疑惑，下官深慕佛法，怎奈身居宫门，俗务缠身，真想遁入空门来参悟大法。为使君，感悟佛法并非只在佛门，道无处不在，无处不有。你身居官位，能做个清廉之官，便得清净之境矣。哎，大师啊，人在官场，身不由己，有的时候并不是想做清官就能做得了的。为使君，其实为官于做人是同样的道理，心底无私，便天地宽；无所求，便无所谓。不为私利所累，方能执行清廉。当然，官当大了，除了要管好百姓，还要管好手下的大小官员，才能真正保一方兴旺平安。
要知道，吏不为你严而为你廉，民不服你威而服你公。公则民不敢慢，廉则吏不敢欺。公生明，廉生威。当官不要把手中的职位看作权柄，看作实惠，要能超脱在官外，才能轻轻松松、坦坦然然做个潇洒官。韦巨一听，深深感慨其中的人生哲理。大师此语真乃为官之真言，使下官获益匪浅。下官还有一事不明，请大师指迷。禅宗让人见性成佛，而净土宗让人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底哪种方法正确？这韦巨啊，看来他佛学基础挺深，不然他问不出这么有水平的问题。他这问题问得好，慧能解答的也妙啊。韦世君，其实禅境不二，禅境是一如的。由于每个人的根基智慧均不相同，所以佛说的法也就不一样。有的从事上理上来讲，有的从因上果上来谈。所以佛说一切法皆是方便说、应机说。实际上念佛就是念自心，西方极乐世界原本不离当前这念心。禅宗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；净土宗讲花开见佛，悟无生。这两句话的意义完全是一样的。开悟、明心见性就是见佛，而净土宗是用念佛的方法，把心住在一句佛号上，以一念治万念，以此达到一心不乱，气悟无生，就是见佛。所以禅净本来就是一体，不过净土宗多半从事上说、果上说，而禅宗则完全从因上说、理上说。虽说不一，却殊途同归。无论禅也好，净也罢，如果能本着这个道理，从心上去努力用功，使污染的心变成清净的心，使相对的心达到绝对的心，使迷失的心变成觉悟的心，这便是真正净土。慧能他开示的真精彩，为刺史一听茅塞顿开，有道的高僧人人敬爱，韦巨他激动得泪挂腮，五体投地忙跪拜，叩头不已表心怀，祖师的学德看心来，并请他弘法烧粥来。韦巨佩服慧能大师学德具优，可胜任教化众生的神圣使命。他就以官府的名义邀请慧能到韶州城大梵寺为大众说法，以醒群迷。数日后，韦刺史带着数十名官僚到宝林寺迎请六祖法驾到韶州城去说法。慧能就应邀到韶州城大梵寺为大众开元说法。听法者有刺史、官僚、儒宗学士、僧尼居士等3000多人。慧能这次所说的法，就是六祖坛经里面的主要部分，都是大乘圆顿之言。他是把佛法消化后从自性上表露出来的，所以他所说的法被门人弟子记载成书，称为六祖坛经。要知道，我们把佛所说的法，也就是佛的言教，才尊奉为经，而慧能一生说法的言语也被奉为经，这是中国和尚所说唯一被奉为经的伟大佛学著作。由此可见，慧能的思想言行和所说的法是何等的宝贵。
他的六祖坛经的确是佛学瑰宝，中国文化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它是整个佛法的纲要，也是六祖慧能大师修学的心得报告，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，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众生的本心本体本来是佛。他言简意丰，理明事备，具足诸佛无量法门、无量妙义，发挥诸佛无量妙理。天机利者得其深，天机钝者得其浅。因此一些海内外禅门林凤、隐逸宗师都说，欲见本来真面目，挑灯终夜读坛经。古代的学者柳宗元、王维、刘禹锡等都推崇六祖，为他撰碑铭。近代的钱穆博士也认为，坛经是探索中国文化必读的典籍之一。由此可见，慧能大师在中国文化史和佛教界的贡献，那是不可忽视的。遗憾的是，本人才疏学浅，没有智慧，只讲些慧能的身世、得法的由来和登坛说法的经过，这只能算是慧能的生平。坛经的主要部分和慧能说法的精髓，我并没有涉及，但是我衷心的希望有志之士能细读坛经，获得无穷的法益。古德说，诵六祖坛经百遍，虽不悟，亦得受用。您要能把六祖坛经读上100遍，纵然不开悟，也能得到大受用，也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过得洒洒脱脱。你们要得到利益，可千万别忘我呀。单说这一日，慧能正在曹溪宝林寺升座说法，守门的沙弥慌慌张张跑进法堂，启禀祖师，门外有钦差求见。起鼓板，放开喉咙，书接上回，再续下情。慧能他曹溪弘法群迷信，真可谓高书法闯，大振宗风。南国的官民百姓把他崇敬，一时间德音远得传颂美名。这一日，慧能正在说法途中，忽然有守门沙弥来报急情，言说是朝廷钦差门外候等，慧能他当即率众出门相迎。书中暗表，当年避离东山的神秀大师，在荆州当阳山苦修参悟数年，终于有成。为不负五祖的教诲之恩，他住持当阳山玉泉寺大师弘化，大开禅法，也享有盛誉。四面八方的求法问道者不计其数。因为慧能之禅行于岭之南，故称南宗；神秀之禅盛行河之北，故称北宗。北宗见获如来禅之踪迹，南宗顿得祖师禅之神髓，所以人称南能北秀，南顿北渐。其实法本一宗一种，只是人有南北，根有立顿，物证有迟速而已。
神秀大师在北方弘法享有盛誉，影响极大，但他没有功高我慢之心，一直很敬重慧能，恨自己身居遥远的北方，无法亲近慧能，就派徒众到曹溪去听法。由此可见，神秀态度的光明，修养的纯粹，心量的广大，实为后人所难及。因为神秀比慧能出来弘法的时间早，慧能还在猎人队里避难的时候，神秀就已在当阳山玉泉寺大师弘化，名声大振了。女皇武则天非常崇信佛教，闻其贤明道育，就下旨把神秀召赴京都。神秀入京的时候，受到朝廷隆重的接待，武则天不计君臣之别，亲自跪礼迎接，屈万乘之尊而起手。我想武则天当皇帝之后，唯一跪拜的人就是神秀了。除了神秀之外，他恐怕没给任何人磕过头。这也是神秀的殊荣啊！武则天设内道场，让神秀在皇宫内讲法，尊他为国师。不光武则天经常向神秀求法问道，就是朝中的大臣们也都执弟子礼向神秀请问法要。此时的神秀早已苦悟见性，他向前来求法的大臣们开示说，一切佛法自心本有，讲心外求，舍父逃走。由此可见，神秀已绝非当年那种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的挚爱，已与慧能相去不远了。但他为了弘扬禅宗正道，极力向武则天举荐慧能，说慧能得五祖大师依法亲传，见证比自己高深殊胜，智慧比自己大，希望武则天下诏迎请慧能入京，与他一同弘法。诸位，说到这里，我产生许多的感慨。当年五祖大师要传衣护法，选拔第6代祖师的时候，神秀是大家公认的最有资格继承衣法的人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他是最佳的候选人呐。他当时写了一首诗，说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此诗虽未悟透祖师顿门大义，但境界也已经相当不错。倘若没有竞争机制，这第6代祖师啊，非神秀莫属了。恰巧当时在寺院里打杂舂米的慧能对此诗不以为然，也做了一首诗，说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这首诗的大悟境界竟得到了五祖大师的赏识，五祖大师竟将依法密授于慧能，让慧能做第6代祖师。书生学者出身的神秀，又是全寺僧人的教授师，五祖没传他依法，却传给一个做苦工的俗人砍柴樵夫卢慧能，这巨大的反差谁能接受啊？全寺的僧人都不服啊！可是神秀却没觉得委屈，他不仅没有生出既生瑜何生亮这种怨天尤人的情绪，反而更加激发他10年苦修于当阳山，认识到自身的不足，他终于苦悟见性了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以神秀现在的身份和声望，完全可以和慧能抗衡，和慧能平分秋色。可他一切都为众生着想，不为自己着想。他以法为重，以道为尊，明文立养，不介于怀。这正是一个出家人的本色。一个真正得道的解脱者，一定是虚怀若谷，不会执着于世间的一切名分和私利。他为了弘扬禅宗正法，向皇上举荐慧能，说慧能比自己智慧大，不顾自己的名誉。这种博大无私的胸襟雅量，谁能做到？多值得我们现在人仰慕效法，好好学习。武则天倍感动得泪水滴
禁不住仰天长叹把话题，说了声大事实在了不起，胸襟压量无人能敌，举贤不把丑习来比，诚能不计自身利益，自卑欠下无辜名誉，京城会能智慧第一，沙门大者心量无比，视如乡亲，令人痛惜。武则天可是不容易被感化的人呢，可她竟被神秀的德风感动得含泪长叹：贤者禅师，举贤不避仇隙，称能不计自明。沙门达者，率节如是，视如乡亲，岂不愧煞？武则天从此对神秀是更加的敬重，并下诏在当阳山建制杜门寺，以表彰神秀的道德。书中暗表，神秀后来被誉为两京法主、三地门师。两京指西京长安、东都洛阳，两京说法的法主，三位皇帝的老师。这三位皇帝是武则天、中宗和睿宗。这一称号足见神秀在佛教界的权势和地位。当时的王公大臣和京都学者庶民没有不望尘拜服的。神秀活到了100多岁，高寿而终。入葬的时候，皇帝亲自为他送葬到洛阳五桥，并下诏在松阳的釜山顶为他建造13级浮屠。神秀能获此殊荣，享受到如此的待遇，已是意料之中啊！因为他的德行太好了，也只有这样的胸襟雅量，才能有这样的成就，才配享受这样的福报。这叫量大福也大。三国时期的周瑜，如果能有神秀1半的心量，他也不会落得那么可悲的下场啊！周瑜才华横溢，年轻有为，他本来可以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，可他偏偏染上嫉妒病，狂妄自大，量小气短，以致遗恨千古，贻笑后人。嫉妒别人的才能，绝不能减少自己的无知。在别人的成绩面前，与其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，真正拿出点自己的东西来。无论在史册上还是现实生活中，品德高尚的人，有抱负有成就的人，是绝不会嫉妒别人的。他们看到别人超过自己，不但不嫉妒不贬低，反而还更加的赞赏他，扶持他，欢迎他，并向他学习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人各有所长，也各有所短，以人之长补己之短，才能使自己学识日进的。因为慧能在南方弘法，名冠南国，武则天久仰其智慧，再加上现在有神秀大师的推荐，武则天就一心八火要把这位禅门祖师请到宫中给他说法。万岁通天元年，武则天派遣中书舍人吴存颖持诏到曹溪迎请慧能入宫当国师。国师那地位可高啊，那是皇帝和全国民众的老师。
神秀大师道德高尚，慧能大师也是学德具优，因为他知道神秀已经事业有成，弘法北方，深受国民的尊敬，自己就不能再去了，所以他当即辞绝。吴大人，请恕慧能难以从命。现下北方已有神秀大师和惠安大师在弘法，我就不必去了。先师五祖说我与南方有缘，所以我要谨遵先师遗训，弘法南方，广度南方有情。诸位，被帝王召见，那是何等的荣耀啊！要是一般的世间人，没有这机会，都得千方百计地创造这个机会。可慧能呢，有了机会却辞却不就，他这叫现身说法，做出了一个出家人远离名闻利养，谨守出家人本分的好榜样，这是身教啊！吴存颖当即被慧能的品行深深的感动。大师能遵先师遗言，耳行佛事，不改初衷，实令举世钦仰。但身为国师，不是更能弘法度众，有益佛教吗？大人有所不知，这要因缘和合才行，有所为而为，便成了落俗的妄想了。那大师您不奉诏入京，就不怕圣上降罪吗？不怕，圣上既派人来请，就说明他是个有心之人，道有心悟，非语言所能表全，岂不知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吗？下官愚痴，还请祖师指点。指点只是给你方向而已，路应靠你自己去走。修佛见性的道理，并非一问一答之间就可以言明，我只能告诉你心法的要旨。如果对一切善恶都不去思量，见物非物，驱污逐秀，自然会误入清净之地，长明长吉，妙用无量，竭力勘破本心，识自本性，当下即佛。多谢祖师开示，但不知本官回宫后如何向圣上交代。你转告圣上，说法的人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听法的人也没有听到什么。正如《金刚经》中所言，说法者无法可说，只有他自己体会才能明了。那圣上能明白您的意思吗？圣上能明白，我就不必去了；若是不明白，我去也无益。诸位，慧能大师的回答太好了，这明心见性就是自我开发自我的心性本体，使之心性本体突然显现，不是言说可到的，不是别人能帮的。否则的话，五祖怎么能把依法不传神秀，而传给一个一天也没教过的俗家人卢慧能呢？就是因为别人帮不了忙啊！如果能帮，那五祖大师一定会帮神秀，他不会帮慧能的。要知道，禅宗顿悟法门就是靠自己自修自悟自证，别人是没办法帮忙的。到了这个地步的人自然明白，未到这个地步的人说也没有用。正所谓高山流水一曲琴，伯牙子期是知音，有声谈道无声处，便见悠然太古心。慧能这样回绝，也是在暗示武则天道由心悟，非语言所能满足啊。吴存颖回宫后，把此情奏知武则天，那武则天是何等人也呀！一听，当时就火了，哼，好个不识抬举的和尚，竟敢具诏不来，目无圣上，朕要拿他入京问罪。话说大唐女皇武则天一心要把慧能请到皇宫当国师，
被慧能拒绝了。武则天立时大怒，好个不识抬举的和尚，竟敢拒诏不来，朕要拿他入京问罪。武则天说完，突然仰天大笑。武则天突然间笑声出，转怒为喜把吴存英呼，叫一声吴爱卿，别怕辛苦，你带朕曹溪再走一途，替朕再去把大师回府，感谢大师为我指迷途，他不来即来，朕已领悟，无法即法，玄机已透出，大师他不愧为禅宗六祖，真乃是有道高僧，令朕敬服。武则天常得神秀得业的感召，也有些人生智慧，言说之下突然醒悟其中真意，不由转怒为喜。吴爱卿，你带朕速去曹溪谢过禅师，就说他不来即来，无法即法，朕受教了。武则天说完，提起御笔，亲自书写一道圣旨，诗以道气无为，德光先圣，入大成之顿教，表无相之真宗，继而名震十方，声誉四海，万机无恼，80俱安，功超解脱之门，心正菩提之序。朕以身居极位，世纪凡间，空披顶戴之城，助享醍醐之位，恨不能屈陪下位，侧凤灵音，轻求出离之源，高步妙峰之顶。诗以弘扬之内，大济群生，横舟楫于苦海之中，究沉溺于爱河之岸。金钱中书舍人吴存颖，专持水晶钵盂一副，摩纳袈裟一条，花缎袜一双，白毡两端，香茶5壶，钱300贯，前见勿微，少身供养，以表朕之精诚。仍委韶州解家宣慰，安续僧徒，勿使宣凡四语，万岁通天元年敕。武则天能下这样的圣旨，赐这么多的东西，实在是不容易。这也是慧能大师德行的感召啊！这叫有道人人亲，有德处处尊呐。这道圣旨现在还在广东南华寺，也就是当年的曹溪宝林寺里保存着。武则天常得神秀的指点，现在又得慧能大师的开示，后来呀也修持得不错，有些智慧。佛经前边有一首开经偈，那就是武则天做的，说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吴存颖当即领旨，携御赐之物再度前往曹溪，拜谢六祖慧能。神龙元年正月15，武则天和中宗皇帝又下旨遣内侍薛简持诏到曹溪迎请慧能入宫。慧能以老病却之，没有应召。薛简回宫后，将慧能所开示的言语表奏皇上。中宗皇帝蒙获法益，龙心大悦，觉得自己能得到慧能的开示，实在是积善有余，往事种下了不少的善根，今日才有如此的福分。他激动之极，写下圣旨：我朝中人蒙大师德化，一心向善者甚众，这令朕十分的欣慰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疾疫不临，兵戈不兴，这一切的福分全赖大师所赐。同年9月，中宗皇帝又下旨讲于慧能，并赐慧能新州旧居为国恩寺，以经其德，以表其功。薛简持诏迎请慧能这件事，《坛经》上有记载，我就不细说了。其实慧能不奉诏入京，
除了尊重神秀，想成就神秀的道业外，也是想远离名闻利养，更好地弘扬禅宗正法。要讲真正弘法，要在一个地方如不动才行啊，这样可以方便学生学法。一提到某个法门，人们马上就想到某个地方。如果你今天到这儿，明天到那儿，没个固定地方，人家学法都没法学。纵然他个人成就了，可是权威的学府就没有了。唐代大诗人王维为慧能撰写的碑铭中用了子毛之心，敢望凤阙，远功之足，不过虎溪2句话，也是2个典故，形容慧能不奉诏入京的德操，赞美慧能身居佛门，不忘朝廷，谨遵五祖的遗训，弘法南方，不改初衷之美德，不越雷池一步的向道精神。慧能为不负五祖的重托，大力弘扬禅宗心法，几十年来一直住曹溪宝林寺，如不动。不但他个人成就了，他的这个道场也成就了，时人都称他为曹溪大师，这是人们对他恭敬之极，才用他住的地名来称呼他。他这道场可是最高等的第一权威的学府，他的教学法也是最高等最究竟了义的教学法。在他这毕业的学生，在禅宗修正上文凭也是全国第一的。慧能在曹溪高树法床，大振宗风，德音远播，声誉四海，门人云集。经他指点的悟道超凡者不计其数，光4法弟子就有清源行思、南岳怀让、永嘉玄觉、菏泽神会、韶州法海等43人。这可跟以往的代代一脉单传大不一样了。他一个人就教出这么多的继承人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禅宗弟子，成就多大，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。这些弟子当中有许多人明心见性的故事都非常感人，《坛经》当中有记载，大家自己看一看。可以说，慧能在曹溪创下了弘传佛法的奇迹，为中国禅宗思想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他的这些传法弟子各自弘化一方，传播全国各地，后来形成河北临济、湖南维养、江西曹洞、广东云门、南京法眼等5宗，也是最富有特色的5家禅，就是所谓的一花5叶。这5宗传法各有特点，他们的言传中都孕育着无比的智慧和机锋，为我们留下许多精彩纷呈的禅宗经典故事。慧能在东山得法的时候，五祖大师就告诉他，衣钵只传到他为止，不要往下再传了，免得为名为利者只注重衣钵祖位，忽视心法，再造成流血事件。我想慧能当时要是有神秀大师那样的地位，五祖就只能传他心法，不会传他衣钵了。可慧能是俗人，又没随五祖学法，要是没有这衣钵做凭证，他日后就很难取信于人，那就难以弘法度众生。如今人们的信心已熟，慧能便秉承五祖大师的遗训，不再往下传衣钵，而只传他的无上法宝六祖坛经，用来兴隆佛法，普利众生。从此后禅学日盛，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间。自古诗情半个禅，以禅为师，以师为禅，无可无不可也。师为禅客天花锦，禅是师家缺玉刀。骚人墨客通过参禅体验，在他们诗词中表达禅理和禅趣。禅僧也通过与文人惆怅，述说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解。像王维、孟浩然、柳宗元、白居易等许多诗人的作品，都表现出受禅熏陶的痕迹。许多诗歌也都抒发一种无欲恬淡、清静悠闲的感情，也描绘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境。这种意境只有通过禅的体验才能加以表现，也只有在人与大自然的水乳交融中才能获得。
由此可见，慧能大师在中国禅宗史与文化史上的贡献不可忽视。可以说，他在中国禅宗史和文化史上都谱写了生动的一页，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。法眼宗远传于泰国、朝鲜，曹洞临济盛行于日本，云门及临济更远播于欧美，可谓法流四海而不息。所以，慧能大师弘扬禅法的发源地曹溪宝林寺，至今山门上还刻着那几副具有特殊意义的对联。山门外边是宝林道场承东山法门，衣钵真传刘圣旨，黄梅新印受南方樵子，风帆飞动谢玄机。曹溪净域法乳源流，天下禅风从此播。宝林道场慈云弥布，各中消息自西来。山门的里边是宝林道场制药三藏刘圣记，曹溪圣地慧能六祖产禅宗。中国禅宗经黄梅西洋，渐及欧非北美。曹溪法寺由清源南越，遍传韩越东瀛。慧能一生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。他24岁闻经悟道，39岁剃度落发，说法立生37年。76岁在他的故居国恩寺静坐圆寂，这叫菩提无树，叶落归根。他把自己的一生毫不保留地献给弘法事业，献给了芸芸众生。当时不光社会各界的学法信众悲痛已极，就连无情的草木也对大师的离世表示出悲情。慧能不仅以佛法之弘扬净化人心，裨益社会，更以其特有的智慧融东西思想于一炉，开创了中国化的禅宗祖师禅，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。慧能禅宗与传统意义上的禅宗以及南北朝各家禅学有着原则的区别，它是中国人以自己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建立起来的。因有慧能大师的画室，及至一花五叶之后，禅宗就在中国大大的发扬光大。他和老子、庄子、孔子、孟子都是同一流的伟人，堪与他们比肩。唯使慧能大师精神不朽，让人们见贤思齐，所以慧能大师的真身至今仍在广东曲江南华寺，也就是当年的曹溪宝林寺的六祖殿上供奉着。历来有许多国内外的知名人士去瞻仰朝拜这位佛门高僧的真身仪容，表达心中无尽的缅怀和敬意。有的为他撰碑铭，也有的为他作相赞，说如是我闻心火盛，契机米熟筛诗经，三更受钵无人觉，一记明心万事惊。南海有缘成祖道，东山普渡始阳城。十方奇迹持天下，独要曹溪揽尽经。这位禅宗巨匠，一代英才，六祖慧能大师，红尘洒甘露，青史流诗篇，将使后代永远尊崇与怀念。春秋，朝朝暮暮，怨已久。亲看，志不休。歇停，10年久。
说唱唱乐悠悠，曲曲折折路难走，苦苦甜在心头，不得前光应拥有，前线高峰不能丢，贤者为业永不朽，著书言唱来传流，书说至此，思绪如潮，说不完慧能那铮铮的人生路，唱不尽他殷殷的佛子心，只得战战兢兢地用4句话来结束此书。高僧慧能扬禅宗，度众济世润于蒙，真知灼见令人敬，功垂千古留美名。观众朋友们，六祖慧能一书到此全部播讲完了。在此，我非常感谢成就此书录制的所有同仁。我呢，也很幸运，从农村的乡间小路走上了电视大屏幕，播讲了这部由我自己撰写的长篇古书。本人自知才疏学浅，对佛法领悟不够，但是我衷心的希望观众朋友们能从中悟出人生真谛，学习做人的道理，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，从生活与实践出发，多牺牲一点小我，多献出一片爱心，为建设一个温暖和谐、繁荣昌盛的大家庭献出一份光和热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